2019年8月10日清晨，曼哈頓大都會懲教中心的沉重鐵門內，一個掌握着全球權貴致命秘密的男人離奇死亡。這個男人正是傑弗里·愛潑斯坦，他的暴斃讓全球輿論沸騰，各種陰謀論在社交網絡上如同野火般瘋狂蔓延。曼哈頓大都會懲教中心曾被視為聯邦最嚴酷的堡壘，然而這名重量級囚犯卻在層層封鎖中永遠閉上了雙眼。為了理解這場死亡背後的真相，我們必須追溯愛潑斯坦的陰影人生。他從一名普通的數學老師變身金融巨鱷。在上世紀80年代，他憑借神秘的資本運作，迅速在華爾街建立起龐大的商業帝國，其財富來源至今仍是謎。他與維密老闆威克斯納的關係非同一般，不僅管理着對方數十億的資產，還獲得了極其廣泛的財務控制權限。但他真正令人戰慄的資產是位於美屬維爾京群島的小聖詹姆斯島，那裡被外界稱為充滿罪惡的色慾之島。島上那座帶有獨特藍色條紋的神秘建築，據說接待過無數來自政界、商界以及學術界的全球頂級社會名流們。愛潑斯坦擁有一架私人波音噴氣機，由於乘客名單上不乏權勢人物，該機被媒體諷刺地命名為勞利塔特快。這架飛機頻繁往返於紐約、巴黎和他的私人島嶼，載着受害女孩和掌握權力的男人進入他精心編制的獵場。飛行記錄本中記載的名字包括了總統、王室成員和科技大亨，這些記錄在後來成為了懸在權貴頭上的利劍。這種跨越國界的權色交易網持續了數十年，直到2005年，一起涉及未成年人的指控終於撕開了保護傘的一角。當時，佛羅里達州警方介入調查，愛潑斯坦本應面臨終身監禁的刑期，但一場極其詭異的司法交易卻意外發生。在時任聯邦檢察官亞歷克斯·阿科斯塔的斡旋下，愛潑斯坦僅需服刑13個月，且白天獲准離開監獄去工作。阿科斯塔在多年後對媒體透露，他當時曾被告知要退後，因為愛潑斯坦被認為是某種情報機構的人員。這份甜心協議不僅讓主犯免於重判，還為他的同夥提供了廣泛的法律豁免，引發了受害者的極大憤怒。直到2019年7月，當愛潑斯坦從巴黎飛抵紐約特布勒機場時，聯邦調查局的警官們再次扣響了他的手銬。警方隨後搜查了他在紐約的聯排別墅，在那個價值數千萬美元的豪宅裡，發現了大量的照片和神秘的錄像帶。這些磁帶裡是否錄製了名流們不可告人的行為？調查人員的這一猜測讓曾經的訪客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不安。被關入監獄不到2周，愛潑斯坦就在7月23日被發現倒在牢房地板上，頸部有勒痕，且處於半昏迷的狀態。他當時聲稱遭到了獄友的襲擊，但獄方卻對此持懷疑態度，並隨即將其列入了每15分鐘檢查一次的名單。然而，令人費解的是，短短6天後的8月1日，獄方在沒有任何明顯理由的情況下，突然取消了自殺監控措施。就在他離世的前2天，愛潑斯坦突然簽署了一份長達數十頁的新遺囑，將超過5億美元的資產轉移到信託。這種在臨終前精準的財務安排，仿佛預示着他已經知道自己的結局，並在為最後的謝幕做着嚴密的資產保護。來到8月10日那個致命的深夜，一系列足以被稱為概率奇蹟的巧合，在這座監獄裡竟然同時離奇上演。按照嚴格的監管規定，像愛潑斯坦這種囚犯必須安排獄友同住，但就在當晚，他的獄友被匆忙地調離了牢房，而當晚值班的2名獄警托瓦諾爾和邁克爾·托馬斯竟然在長達數小時的時間裡同時陷入了深度睡眠。2人事後承認，在愛潑斯坦死亡的那幾個小時裡，他們不僅沒有進行巡視，甚至還在上網瀏覽和購物。更為關鍵的證據，也就是走廊裡的監控視頻，也在愛潑斯坦死亡的關鍵時間段裡出現了不可解釋的故障。雖然調查人員事後聲稱可以修復部分畫面，但那種關鍵時刻恰好壞掉的巧合，進一步加深了公眾的信任危機。清晨6點30分左右，當獄警分發早餐時，發現愛潑斯坦呈跪姿掛在床架上，已經失去了所有的生命體徵。官方迅速發布了調查結論，認定其死因為上吊自殺，但在隨後公布的屍檢報告中，法醫發現了驚人的疑點。
愛潑斯坦的頸部不僅有淤青，而且舌骨出現了3處骨折。這種情況在懸吊自殺中極罕見，多見於勒殺案。著名法醫學專家邁克爾·巴登在受雇觀察屍檢後指出，這種3處骨折的情況，他在數千起自殺案中從未見過。巴登公開表示，愛潑斯坦頸部的傷痕位置過低，且形態更符合受害者被繩索從後方猛力勒死後的特徵表現。這種科學上的分歧讓原本趨於平息的輿論再次炸鍋，司法部長的親自過問也未能打消民眾心中巨大的疑團。對比監獄之前的記錄，該中心已經數十年沒有發生過自殺事件，為何這種低級失誤會發生在最重要的犯人身上？社交媒體上，愛潑斯坦沒有自殺的標籤迅速破圈，它不再僅僅是一個口號，而是對精英特權的某種抗議。許多人相信，愛潑斯坦手中的那個小黑本記錄了足以毀掉幾十位世界級領袖名譽的各種證據和細節。當一個活着的證人變成了死去的秘密，這種被自殺的邏輯在歷史上並不鮮見，且往往涉及到更高層的博弈。隨着愛潑斯坦的下葬，他身後的黑暗帝國並沒有因此瓦解，調查人員開始將目光轉向他的得力助手麥克斯韋。吉塞爾·麥克斯韋最終因販賣人口和共謀罪被判處20年監禁，但他在法庭上依然對許多核心名单守口如瓶。那些曾頻繁出入島嶼的名流們開始紛紛發表聲明，試圖抹去與愛潑斯坦的關聯，但互聯網依然保留着記憶。英國安德魯王子因涉嫌捲入此案，被迫放棄了所有的公共職務和頭銜，成為了王室歷史上最沉痛的公關污點。曾經與愛潑斯坦過從甚密的科技大佬和對沖基金經理，也因為捲入這一漩渦而被迫辭職，甚至面臨司法問詢。雖然針對愛潑斯坦的個人指控已經由於其死亡而撤銷，但受害者們發起的民事賠償訴訟卻從未因此而停止。數億美金的巨額賠償雖然能給受害者帶來物質補償，卻無法修復他們心中那道因為公權力缺位而留下的傷痕。許多受害者在鏡頭前流着淚，表示他們不僅想要金錢，更想要看到那些躲在暗處的共犯們能夠被繩之以法。然而現實是殘酷的，許多真相可能已經隨着那個深夜消失的監控錄像一起被埋葬在紐約清晨的寒風之中。正義是否真的得到了伸張？還是說法律再次在財富和權力的合圍之下做出了一種令人無奈的妥協與讓步？愛潑斯坦案成為了一面鏡子，映照出了金字塔尖階層的腐敗與墮落，以及普通大眾對公平正義的深切渴望。在那個被稱為色欲之島的廢墟上，藍白相間的神廟建築在夕陽下顯得格外淒涼，它見證過無數人的哀嚎。這裡曾經是權力的中心，現在卻是罪惡的遺址。每一個角落都仿佛還在訴說着那些被刻意掩埋的醜陋真相。我們追尋真相的意義不在於給死者一個交代，而在於防止類似的罪惡在那些看不見的角落裡再次滋生繁衍。法律的尊嚴在於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在愛潑斯坦案中，這種平等顯然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戰和衝擊。每當我們回顧那段令人窒息的歷史，都會不禁感嘆，原來在這個世界上真的存在能夠跨越法理的隱形手。雖然愛潑斯坦案的卷宗已經被放入了塵封的檔案室，但它留給全人類的思考卻遠遠沒有到此結束的時候。它提醒我們警惕那些過於完美的巧合，質疑那些被匆匆定論的結局，是作為公民守護正義的最後一道防線。也許在未來的某一天，會有更多的秘密從信託基金的賬目裡，或是某個被遺忘的保險櫃裡被重新揭開。在那之前，我們將永遠記住那個深夜以及那個隨之而去的關於金錢、權慾與死亡的巨大而沉重的秘密。調查仍將繼續，真相終會破土。愛潑斯坦案不僅是一個結局，更是一個新的開始，一個關於如何建立更公平、更透明、更具正義感的世界的開始。我們將拭目以待，等待那個終極答案的揭曉。